我穿越了，我一个雇佣兵，穿越成了大前朝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权臣，哎，这么爽！相爷，你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老爷，你身中奇毒，京城太医皆是束手无策，奴婢还以为……不过老爷，你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能安然无恙的。身中奇毒，束手无策，那岂不是说我又快死了？不是，我穿越前死于战火，穿越后还是要死，那我不是白穿越了吗？恭喜宿主激活大前忠臣系统，完成系统指定任务就能获得奖励。一旦大前皇帝当作奸臣罢官或者处死，将直接返回现代社会，补偿现金10个亿。等等，奖励？只要被当成奸臣而罢官，就能返回现代社会，还能获得现金10个亿。请问宿主是否绑定？绑定，现在就绑定。系统绑定成功，新手任务以下犯上，以下发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寿元30天；任务失败，返回现代。以下犯上，忠臣系统，你确定没有搞错？系统不会有错，还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。故障了才好呢，这古代我才懒得待呢。当一个忠臣不容易，当一个奸臣那还不是手拿把掐？以下犯上是吧？哼！陛下，微臣来了。哎呦，陛下今年几岁了？8岁。8岁？叫上叔叔，叔叔给你糖吃。丞相，你真想以下犯上吗？哟呵，要的就是以下犯上！快，太后，罢了我的官儿。谁在说话？臣为大前恪尽职守，身为宰相，又是陛下的长辈，臣让陛下叫一声叔叔，不过分吧？太后，这小皇帝是真可爱。不过按照历史进程，大前燕王兵变，这小皇帝会死于宫中大火。母后，你听到了吗？这是丞相的心声。这母女两个怎么这副眼神看着我呀？嘴没动，难道真是他的心声？而且他似乎还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。等等，那陛下岂不是真的会死于燕王叛乱？这太后长得还真不错，哎，20多岁就守寡了。日后燕王兵变成功，这赵如歌被叛军凌辱致死，真惨啊！我会被叛军凌辱致死？不过大前死活与我何干？等我被罢官，甚至处死，就能回到现代社会，逍遥快活。大前忠臣，嘿，谁爱当谁当。还有人想被罢官？还有任务？什么任务？逼迫陛下叫他叔叔也是任务吗？丞相，你是在欺负国主年幼吗？就是，这成何体统？是啊，怎么能让陛下叫叔叔？这可是以下犯上。燕王，你还真有脸说！老子中毒了，8成是你派人下的吧？史书虽然记载是太后下的，但本相刚死没几天你就起兵，别说和你没关系。怎么不可以吗？还有这太后也真是愚蠢，居然伙同燕王给我下毒。我死了，你玩得过燕王吗？看看下面几个臣子肯效忠8岁的小皇帝。放肆！太后，还请你罢免了这以下犯上的奸臣。丞相，你太过分了！陛下岂能叫丞相为叔叔？太后，圣明啊！哀家觉得应该叫相父。什么情况？我都这样以下犯上了，太后居然还同意了，还让陛下叫我相父。
那我不成了小皇帝的干爹了吗？我果真能听到这奸臣的心声，不管他能不能知道未来，但是眼下他的话没错，朝堂之上不能只有一个燕王。太后还请三思啊！太后不可呀！太后三思啊！还请太后三思啊！太后，这滑天下之大稽呀，普天之下哪有皇帝称臣子为相父？这有违纲常啊！哀家觉得没什么不可。陛下，你难道也要认贼作父吗？想想先帝。父皇驾崩之时，亲口对朕说，让丞相为辅政大臣，听丞相和母后的话，那丞相就是朕的相父。这怎么可以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能如此行？这你说，相父，对不对？没看出来，这小皇帝心机这么深。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直接把我架在火上烤呀！这不是让我和燕王为敌吗？任务以下犯上成功，奖励寿元30天。下一个任务欺君罔上，任务奖励解毒丹。怎么成功了？不可能啊！不行，下一个任务欺君罔上，绝对不能失败。燕王，你看，陛下都同意了，你难道要违抗陛下吗？你你上来，丞相，去后宫拎只鸡过来。这相父，你要鸡干什么？饿了吗？我当了半辈子丞相，我还不能享受享受呀？我要欺君罔上，那不得玩一次指鹿为马吗？指鹿为马，原来如此。鸡来了，鸡来了，鸡来了，鸡来了！哎呦，丞相，对了，还有陛下、太后，鸡奴才带来了。大胆狗奴才！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啊，奴才名叫魏小贤。魏小贤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相不是说让你去后宫领来一只鸡吗？你怎么把凤凰给领来了？啊，凤凰，这是一只鸡啊！大胆魏小贤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这是在质疑本相吗？还是说本相糊涂了，老眼昏花了？那分明就是一只凤凰。是，丞相，这就是一只凤凰，是奴才眼瞎，刚才没看清楚。这确实就是丞相大人所说，这是凤凰，对，就是凤凰。这还差，这才是奸臣该有的样子嘛！这下你们该认为我是奸臣了吧？叶天策，我看你才是瞎了眼，这分明就是一只鸡。燕王，你是在质疑本相吗？你威胁一个阉人算什么本事？是吗？兵部尚书，你说这是鸡还是凤凰？这兵部尚书可是出了名的大贪官，朝堂每次下拨军饷，自己和手下摊一半。如今我以贪污罪证为要挟，让他说真话，到时候我不就能被处死了吗？
母后，这兵部尚书真贪污这么多吗？不可能，兵部尚书可是朝堂肱骨之臣，岂能如此贪墨？这消息不一定准确。丞相居然有我的罪证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回丞相，这就不是只凤凰。李天赐，你以为你能威胁一个小太监，就能威胁到我堂堂兵部尚书？他可是先皇给选的顾命大臣，岂能屈于你的淫威？哼，兵部尚书，你回答的太好。华儿，你看，这丞相的心声也不一定是真的。原来如此。叶天赐，你朝堂之上，敢指鸡为凤，你该当何罪？且慢！不行，罪证不能公开，先从了丞相一次。燕王，你好好看看，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凤凰，这是9天神凤，那是我大前朝的祥瑞，大大的祥瑞呀！兵部尚书，你确定没看错？没错，千真万确。我的权力这么大？母后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兵部尚书真贪污了？看来这叶天赐的心声是真的。早就听闻兵部尚书贪墨。等等，如此说来，那燕王岂不是要谋反？叶天赐，你别太嚣张。礼部尚书，你说，这是鸡还是凤凰？说实话，你的事儿本相什么都不知道。这礼部尚书应该能说实话，毕竟他不怎么贪，只好色，有好人妻，就连自己儿媳妇儿都……母后，什么是人妻啊？小孩子，别乱说。怎么可能？堂堂礼部尚书，执掌大前礼部要职，私底下居然是这种人。臣觉得，你但说无妨，本王替你做主。臣觉得兵部尚书说的不对，这不是什么9天神凤。难道心声有假？肯定是的。我堂堂大前礼部尚书，岂能是那种好色如命的人渣？礼部尚书虽然人品不行，但是有事是真上啊！好，快，伙同燕王罢了我的官。好，很好。有本王在，这朝堂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。太后，你看，哪里是什么9天神凤？这明明就是凤凰之祖啊！这羽毛，这利爪，真是漂亮呀！诸位大人，你们觉得呢？这乃神武啊，神武！你们，这礼部尚书居然真的是那种人！太后，你说这是鸡还是凤凰？太后，你要眼睁睁看着这奸臣颠倒黑白，辱我皇室威严吗？哀家的眼睛还没有瞎，这分明就是一只……叔叔说的没错，它就是一只凤凰。陛下，母后，这一天赐一心想着罢官，那就恰恰说明他是可用之人。不如我们反着来。可是，母后，既然满朝文武都说是凤凰，那不就是凤凰吗？罢了，既然诸位大臣都觉得这是一只凤凰，那这就是凤凰。不是，太后，陛下，你们不挣扎一下？你们一句话就能把我给罢了呀！我不反抗的。诸位爱卿，若是没什么事情，那就散朝吧。不是，这就散了？哎，我还有话要说呢。叶天赐，你给我等着！恭喜宿主圆满完成7军往上任务，奖励解毒丹。爽！算了，改日我自己辞官，一样能回去。粗鄙！
跪下！那奸臣欺君罔上，拿着一只鸡非说是凤凰，你就不怕满朝文武笑话你吗？还是说你想当个昏君？母后，儿臣只是不想你被威胁。你罢了。皇儿，辛苦你了。母后，你真的给丞相下毒了吗？那燕王真的会谋反吗？皇儿，你放心，母后一定会保护好你，一定会。看来叶天赐的心声没错，燕王日后绝对会谋反。那么，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拉拢叶天赐，绝对不能让他辞官。你的意思是太后派人下的10香断肠散？回相爷，证据确凿。相爷，这可是唯一的证据。罢了，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我只是想罢官，今日可能手段太低级，明日得在朝堂上整个大。相爷，太后求见。太后，她来做什么？我到底是进还是不进？我只想被罢官处死啊！丞相既然来了，为何不进来？微臣参见太后。这就是你的参见，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不必多礼。触发隐藏任务，抽打真凶。任务完成，奖励杂交水稻种子1000斤。任务让我抽打太后，不是，这过分了吧？人家孤儿寡母的已经够惨了，我还欺负人家，我还要不要脸了？任务失败，永远无法返回现代社会。你这个奸臣，胆子倒是不小，抽打太后，你敢吗？抱歉了，太后，为了任务得罪了。丞相，哀家可是太后。该死，叶天赐！燕王，我们这实在也没办法，这叶天赐，他有我的把柄啊！谁让你平时贪那么多？还有你，怎么就是管不住自己？那陛下下毒毒不死他，那本王就让他身败名裂。听闻太后去了丞相府上，你说我若是派人在太后酒里，妙啊，妙啊！太后，我们是不是该算算你给我下毒的事儿了？你要做什么？太后，本相一直对你非常的敬重，可是我没想到你却如此的心狠手辣。太后，你这么做，让本相很是寒心啊。丞相，哀家也只是一时糊涂，还请看在先帝的面子上，放过哀家一次吧。太后，你能下毒1次，就不能下毒2次？那以后，我是不是没事也可以给陛下下毒？看来近日不拿出点诚意，是没法打动丞相了。为了皇儿，哀家豁出去了。这是？还这事？这不是你一直想的吗？来吧，为了陛下，哀家豁出去了。丞相，还请责罚。我操，这什么情况？真打？这不是你心里想的吗？开桌！丞相，你是希望哀家跪着让你打吗？
了干吧。丞相，太后始终是太后，你安敢如此？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，先拿你开刀。你算什么东西，还敢教训本相？这容嬷嬷历史上可是燕王心腹，下毒的事儿也是她做的，此人万万留不得。什么？燕王的人？那可是哀家自入宫以来最贴身的宫女。倘若丞相心生属实，那岂不是说哀家和皇儿一直都生活在别人的监视之下？不可能！太后，后宫乱政，其罪当诛。太后，饶了他！饶了他？好啊，那太后你跟我说说，你给我下了什么药？太后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药是哀家命人下的，但是哀家也没想着要丞相你的命，只是些10香软筋散，让丞相你精力衰弱，早日辞官而已。谁知道丞相你身体10香软筋散，我看是10步断肠散吧。什么？我知道太后你没这么蠢，不过有人想借刀杀人，我说的对吗？嬷嬷，是你！你们知道了又如何？天下燕王正在前往丞相府，到时候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看到丞相你和太后苟合，该是多么有趣的事！你在我茶里下药，我感觉我好热。哀家待你情同姐妹，你居然给哀家下毒！我早就是燕王的人了，若不是这叶天赐命太医，大钱早就是燕王的了。磨磨唧唧，来人，是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太后跟丞相媾和，这件事传出去，我看小皇帝的皇位还怎么做得下去？恭喜宿主完成抽打真凶任务，奖励宿主杂交水稻1000斤。现在和水稻没关系，重要的是太后。触发任务打骂太后，还请宿主任务完成，奖励万能解毒丹。怎么还要抽打太后？不过万能解毒丹，那岂不是能解开我的毒？可是我的毒解了，这太后的毒怎么办？要不把她……奸臣，你居然想落井下石！先帝，哀家来找你了！哎，太后，你这毒还是能解的。住口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龌龊行当吗？哀家绝对不会随了你的愿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丞相，放过哀家吧！这可不行，太后，这可是你自己选的，怪不得微臣，微臣是在帮你呀。这丞相居然和太后先皇啊！你这个也看看啊！哇！你们听听，这叶天赐在干什么？他在祸乱后宫。是啊，我们身为大前臣子，能忍吗？不能，不能！走走！丞相，放开我！让哀家去死！求你了，哀家不能做出那种事，绝对不行！闭嘴！你要再多说一句，我现在就办了你。古代药物应该没有后世那么毒，只会让人意乱情迷，应该还有救。丞相，你是不是有办法救我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哀家，我其实呢……哎，别靠得太近。太后，其实你这个毒很容易解，你一会儿去锄地、出汗，消耗消耗就好了。啊？不同意啊？那不如假戏真做，反正待会儿燕王来了，人赃并获，我一样是死罪，两全其美。别！我锄。
太后，还请继续。哀家累了。不行，大胆叶天赐！哎呦，虽然没有捉奸在场，但是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鞭打太后，这高低不得给我判个死罪？竟敢鞭打太后，你是要谋反吗？对，就是这个罪名，我得再叫嚣一点。燕王，何出此言呢？叶天赐，你拿着皮鞭抽打本朝太后，难道还不承认吗？抽打？哼，是这样吗？叶天赐，来人，将这个以下犯上的逆贼给我拿下！快，等着就是你这句话。慢，太后莫怕，有本王为你做主。对，太后，我罪该万死。我刚才对你非常的无礼，还抱了你，还打了你。你就这么想死？好，哀家就偏不如你愿。放了丞相。什么？太后，他可是鞭打你，你难道还开心吗？太后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哀家很开心。恭喜宿主完成打骂太后，任务完成，奖励万能解毒丹。又失败，算了，先吃解药。是我。下流！太后，他是不是拿你的清白之事威胁？满朝文武皆在，若是这奸臣有任何不臣之举，本王绝饶不了他。太后，你怕什么？太后，就算你不想杀我，可是事已至此，众目睽睽，你可不好包庇呀！快杀了我，不然你总不能说被我抽是为了大钱吧？燕王误会了，哀家是为了大钱江山。什么？太后，为了大钱江山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吗？太后，你太让我等臣子失望了。丞相，我不是女人，你脑子是怎么想的？为了大钱江山这话你也说得出来？还不是怪你，要不是你，哀家能说这种话？恭喜宿主触发任务太后服侍。宿主身为一代奸臣，应当威逼利诱，让太后满足宿主一个过分要求。任务奖励：现代科技百科全书。任务失败，永久不可回归现代。不是说好可以回去的吗？怎么又不让了？罢了，为了太后，得帮一帮。不错，太后就是为了大钱江山才给本相除地。诸位大臣，你们看看，丞相居然让堂堂太后除地，他叶天赐眼里还有陛下吗？还为了大钱的江山，我看他叶天赐是图太后的身子吧？哎，请慎言，这位大臣，太后给本相除地，那是太后的福分，本相鞭打太后，那也是太后求的，对不对呀，太后？啊，哀家，这成何体统？我别发呆呀！我说什么你应什么呀？怕什么？我有办法。是。哀家给丞相除地是哀家的福分。这太后这么信我，罢了，谁叫我心善呢？就帮你一次吧。诸位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奸臣的真面目。他什么身份？太后什么身份？他让太后替他叶天子除地，他够这个资格吗？哎，本相若是够，又该如何呀？你要是能证明太后给你除地是为了大钱江山，臣愿意赐裁谢罪。可若是丞相你不能证明呢？本相要是不能证明，本相也把命抵给你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们可都听到了，这是他叶天赐亲口说的。是。丞相，
无妨。解释？你们想要解释，那本相就给你们一个解释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太后给本相锄地，就是为了大钱江山，还有大钱的千万子。丞相大人，你这话说的未免太过了吧？过吗？本相怎么觉得一点也不过呢？毕竟太后可种出了一个大宝贝。什么呀？怎么？依丞相的意思，太后这是种出了金山，还是种出了银山呢？太好，还以为这叶天赐有什么本事，原来也不过是草包一个。太后种出的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宝，别说太后了，就算是陛下待会儿来了，也得老老实实的为本相心甘情愿的挨本相鞭子。满口胡言乱语！什么宝贝？你倒是拿出来看看！太后，还不把你的大宝贝拿出来，给兵部尚书看看？我该有什么？发什么呆？你衣服里我刚刚偷偷放进去的，你自己瞧瞧啊！衣服？哎呀！这是叶天赐，你对太后做了什么？你把什么东西放进去了？难道你们……诸位大臣都看到了吧？此等奸臣是何等的猖狂！太后，请下旨，处决叶天赐，还你清白。且慢，诸位请看，这可算得上是宝物。微臣当是什么呢？原来只是一只麦穗，就是有10株，又能怎样呢？没错，不过是区区谷物而已，也配得上太后亲自劳作。叶天赐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丞相，笑什么？我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有眼无珠，我笑你们何不食肉糜，我笑你堂堂大前兵部尚书眼中没有黎民百姓。你这大臣当的不称职，该打。你啊，叶天赐，疯了吗？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抽打大前肱骨之臣，你眼里还有国法吗？还有大前江山吗？闭嘴！妖言惑众，难道你也想挨打？疯了，疯了！叶天赐他疯了！来人，来人呐！丞相，可否将麦子交于微臣看一眼啊？哦，你是御史大夫，你昔年也是出自穷苦之家，那这稻穗儿你应该认识吧？有什么可看的？区区一个麦穗而已，就算是金的又如何？今日哈叶天赐必死无疑。御史大人，你可是先帝留给陛下的托孤大臣，还请秉公行事，不要畏惧强权呐。这可是后世的杂交水稻，放在古代可是盖世千秋的神器呀！杂交水稻？御史大人，你这是……丞相，你胆敢如此啊！叶天赐，你要是嫌弃御史大夫看得不准，工部尚书，你也来看看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呀！太后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护着叶天赐，你可是我大前太后，你难道就不为我大前的皇室颜面考虑吗？燕王，来人，将太后带回宫去。叶天赐，你是自己动手自裁以谢罪，还是让本王亲自动手？我亲自动手？我看等会儿就不是我亲自动手了，你还有你们都得跪下磕头道歉。叶天赐，我没想到你身为丞相，居然能够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。御史大夫，你怎么还不说话？你懂什么呀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是啊，御史大人，有什么你就说什么，让大伙儿也听一听，骂出来都行。那微臣可就真骂了，骂，狠狠的骂。丞相，
你胆敢如此啊！你怎么能如此作践此等宝物？你怎么就这么丢在地上啊？还有燕王，你真是有眼无珠，五谷不分，何不食肉糜？今日你若是杀了叶大人，必将遗臭万年，我大姐的国威都被你给丢尽了。丞相，这麦穗儿很厉害吗？厉害的超乎你想象。吹吧！大胆！你居然敢对燕王这样如此！住口！你这匹夫也是一丘之貉！你要五谷不分，四肢不勤，此等敬天地泣鬼神的宝物，你居然说是俗物！你就当被五马分尸！找死！好啊！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夫！今日老夫就算是死了，那也是为宝物寻道，他日必将名留青史！拉匹夫，你住口！我看御史大夫也疯了。工部尚书，你说燕王要杀我呀？只要你点头，不用你动手，老夫自己人头落地。这名留青史的机会要留给我呀！呸！要死也是老夫先死。凭什么？这种好事儿凭什么轮得到你？燕王，杀了我，求你了！老夫我绝对没有怨言。老夫先来。不行，够了！此物甚是珍贵。珍贵？不，此物不是珍贵不珍贵的问题。若不珍贵，那究竟是为何？敢问燕王，若是有人能将全国粮食提升3成，此人功劳几何？若是能将粮食产量提升3成，也就是说，可以为我大钱多养3成的百姓。若真有此人，那此人当为大钱国父。你还不算糊涂，那是自然。若是能提升1倍呢，功劳又几何？粮食产量提升1倍，这绝对不可能的。若是真有人能够做到，那此人定是功盖千秋，与国同修。那如果好了，此物究竟为何？哎，燕王，我来问你，若是有人能将全国粮食的产量提升10倍，但是此人又被当朝奸臣所杀害，这又算什么呢？天下之间竟有如此险恶之奸臣，那可是让粮食产量提升10倍，名垂千古，封为圣人的存在。别说是造反了，就算他是想做太上皇，本王也认了。上当喽！这个是后世的杂交水稻，亩产可达数千斤，是这大钱水稻的10倍。看你待会儿还怎么狂！什么？10倍产量的水稻？原来如此，这丞相居然有此等宝物！不行，这个男人我绝对不能放手。那要是真有那奸臣怎么办呢？丞相，你该不会说那个奸臣就是我吧？不错，那个奸臣就是你。太后，御史大夫，好好给他介绍一下这个麦穗的特点。太后，这水稻你认识？哀家当然认识，别忘了，哀家可是挨了你好几鞭子呢。这女人这么聪明，而且还这么记仇，和史书记载不符啊！诸位请看，这是寻常的稻谷，一颗只有0星的稻谷，且稻穗枝干纤细，一旦遇到干旱水灾，必将颗粒无收啊！而太后种出的宝物，则是稻穗粗大，籽粒饱满，而最关键的是，一株穗稻上面长满了上百颗稻穗。太后，您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吗？当然是抗旱抗灾，收成翻倍喽。哀家当然知道，这麦穗抗旱抗灾，收成提升数倍。这女人有挂吧？这都知道。宝物啊！此乃我大钱的宝物啊！若是早有此物，我大钱能养活多少百姓啊！有年时，老夫家乡遭逢旱灾，稻谷颗粒无收，百姓食不果腹，一子而食。若是有此等宝物，老夫的父母也不会活活饿死。老夫年轻的时候也当过知县，虽然年年风调雨顺，可是家家户户依旧食不饱，寝不安。
若是有此物，我大简必将无人受恶啊！兵部尚书，此等神物是太后在本相的府邸种植，这很丢份儿吗？那你还质疑太后和本相媾和吗？微臣知错。啊，那就请兵部尚书履行诺言。好，不就是下跪吗？我跪。哎，兵部尚书不必谢，多谢丞相。哎，谢什么？你赴死就行了。哎呀！叶天赐，胆敢擅杀朝堂大臣！闭嘴！你一个王爷，不老老实实的待在封地，京城也是你能来的。你来干什么？谋朝篡位吗？我什么我？我刚刚记得有人说，本相可以做太上皇，不知道还算不算数？你当太上皇，那哀家岂不是要……放肆！你们都听见了，他要做太上皇，这可是大不敬之罪啊！这不是燕王你答应的吗？虽然不合礼法，但是叶大人拿出此等宝物，功盖千秋，堪比古之尧舜，也不逊色什么。只要叶大人看得上，我们也没什么意见。不是，我就开个玩笑，你们当真了？当了太上皇，我怎么还完成系统任务？不过我当太上皇，那太后岂不是……贼子，你敢！那好，本相有一件事要宣布。奸臣，你不会真的想做太上皇吧？这稻谷是太后念及陛下初登大宝，鼓励百官勤俭节约，故亲自来本相府邸学习耕种。不想发现这绝世稻谷。你发现的？当然了。所以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太后是母仪天下，被上天所看见，所以降下这绝世稻穗。这又说明了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这又说明了太后是母仪天下，陛下是天命所归呀！拜谢太后。他居然把功劳让给了我。我把这个功劳交给太后，待会让太后满足我一个过分的要求，应该不过分吧？过分的要求？你们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就算了吧。可恶，这叶天赐居然找到如此宝物，眼下又和太后不清不楚。若是二人真的在一起，那我岂不是危险了？那哀家也先行回宫了，我可得赶紧走。哎，太后请留步。微臣还想和太后继续研发新的稻谷，你说对不对呀？太后吃干抹净就跑，我们的账还没算呢。算账？算什么账？难道要我？这二人难道……万万不可！太后乃是先帝之妃，怎么能住在你丞相府？闭嘴！燕王，你是在怀疑我对太后不轨？那不然呢？太后，本王也就是就事论事。就算你们二人没发生什么，难道你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吗？不错，丞相，有什么话不如改日再说吧。哀家先行回宫了。哎呀，改日就改日吧。可惜了，我那亩产千斤的土豆、玉米，还有那亩产万斤的红薯，错过了今日，太后可就不一定种得出来了。亩产万斤，千真万确。哎，那圣物红薯还能在山地里种植，想想那得养活多少人。如今就因为太后你的一己之私，让这几件圣物就无缘面世，哎，真是遗憾呐。
丞相当真。本相一言九鼎。太后，您就留下吧。太后，为了大钱，您就留下来吧。你们荒唐，荒唐至极！丞相，这杂交水稻等神物乃是上天赐给太后的，太后在哪不能种啊？非得在你的丞相府种啊？哼，丞相，朝堂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，不是还有燕王吗？太后，本王的府邸也有一大片土地，不知太后可否到本王的府邸呀？燕王，太后，本王也是为了大钱的子民啊。这太后可真是香饽饽呀！叶天赐就是走了狗屎运，要是我得到太后，倒是哄天下，可就我说了算了。不行，这燕王心怀鬼胎，我若是去了燕王府，岂不是被软禁了？虽然这叶天赐下流又猥琐，但是起码我能听到他的心声。哀家还是暂居丞相府吧。太后万万不可呀！这要是传出去，陛下的颜面何在？大钱的国威何在呀？若是本相真的拿出来土豆、玉米，还有那亩产万斤的洪水，应该没人会传播闲言碎语，也没有人敢造谣本相和太后。不会，绝对不会，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啊！我等巴不得丞相和太后日日夜夜在一起，多为我大钱百姓谋福谋德啊！对对对，老夫以性命担保，只要太后明日早朝能拿出来这3样，不，只要拿出来1样，别说日日夜夜在一起了，就算丞相娶了你太后，那也理所应当的。燕王，你听到了吗？你，哼，走。哎，走了。今日之事，多谢丞相。不过丞相留哀家在此，所谓何事啊？太后服侍，这要怎样个服侍法？不会是要那种服侍吧？服侍？等等，这叶天赐该不会要对哀家行不轨之事？不行，哀家可是太后。丞相，我太后，你也不想你女儿的皇位受到什么威胁吧？这是系统道具，还请宿主在任务之中使用。黑丝啊，不是，系统，你正经吧？我只是想做个奸臣，不想祸乱后宫啊。穿了？难道是下流？出去了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太后得罪了。丞相，使不得。使不得。那好，明日我就去投靠燕王。反正燕王也是皇室宗亲，我只想当丞相，谁当皇帝我不在乎。你，哎，真是有些不忍心。不过待会儿就让太后穿上黑丝跳支舞，也算是满足任务要求了。原来如此。丞相，哀家也是过来人了，罢了。今日哀家也算是看清了燕王的真面目。你又帮了我大钱，赐给我大钱如此重宝，哀家未尝不可也做出一些贡献。太后，你要干什么？丞相稍等，哀家就用此物以谢丞相。叶天赐，你给我等着！王爷，眼下这太后和叶天赐二人80%是搅在一起，我们若是再不动手，恐怕……动手？你是说起兵？太仓促了。要是说叶天赐死了，还有可能，但是叶天赐没死，就不能如此贸然行事。微臣已罗列叶天赐3大罪状，
本王一人，恐怕不行吧？王爷，可别忘了，赵蜀二王明日可是已经了。虽说让太后羡慕，多少有点大逆不道，但是这不是我要求的，应该能说得过去吧？恭喜宿主，太后服饰已完成，奖励百科全书。到手了。什么情况？太后这是要主动？难道说……不行！果真是有贼心没贼胆，但是眼下这个机会，正好可以笼络一下叶天赐，为皇儿效力。丞相，哀家美吗？美。等等，这女人到底要干什么？哎呦，太后你何故如此啊？快起来！哀家不起。哎，你起来！丞相，哀家知道你的谋略惊天伟地，哀家愿意伺候你，只要你答应保护陛下。不是吧，太后，你愿意什么？还保护陛下？我若是记得没错，明日早朝赵蜀二王进京，直接废了小皇帝，我怎么保护啊？什么？皇儿被废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对，这先生从未错过，那岂不是……不行，为了皇儿，哀家豁出去了。提醒宿主，大前忠臣系统只对大前有效，朝代更替无效。哎，这不坑我吗？没了大钱，我怎么完成任务？丞相，其实哀家心里一直偷偷喜欢你，你喜欢哀家吗？啊！哀家喜欢你。不是，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哀家喜欢就是喜欢。丞相你未娶妻，哀家守寡，不如等到陛下成年以后，哀家就隐姓埋名，和丞相你双宿双飞可好？你疯了吧？哀家就是疯了！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哀家就吃下这瓶毒药，死在你面前。不是你，这是什么事儿吗？而且我有那么帅吗？啊，陛下能答应，系统能答应吗？检测到太后诉求，恭喜宿主触发与太后同城任务，任务完成奖励现代武器加特林，任务失败奖励体弱多病。丞相。这女人哭我是真顶不住。哎呀，罢了，不如先答应太后，我只要在明日早朝找个机会让太后给我赐死，不就成了吗？那个太后，我答应你也不是不行，但我要与你……好呀！啊！想我处死你，哀家不点头，你就死不了。不是，你都不问一下吗？你就不怕我过分？哀家相信你。丞相，舒服吗？舒服。太后，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哎，有何不妥？这要是传出去了，多有失体统啊！哀家想让你陪哀家演一出戏，让朝臣们都以为哀家已经是你的女人了。太后，你这不是这女人路子这么野的吗？丞相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哀家就死在你面前。不行，不能被太后给拿捏了。不行，我得掌握主动权。主动权？太后，我帮你也不是不行。不过你也讲这活，我来啊！燕王真是一个废物，昨日居然让叶天赐那个小儿活了下来，还在朝堂之上耀武扬威，让陛下喊他相父，那岂不是让我们这群亲王和他平起平坐了？无妨，阴招不成，那就阳谋。
待会儿在朝堂之上堂堂正正的除掉他。是太后？难道他知道我们要对叶天赐出手，特来助阵？不错，太后一直不满丞相专权，昨日又遭受如此屈辱，今日必将报复。丞相，怎么了，太后？不舒服吗？舒服。太后，你这小脚长得真好看，正好，本相会一些捏脚的技法，太后要不要试试？哎，别！臣等拜见太后，不知太后前来，可施助我等一臂之力？赵王，嘘，别声张，探探消息。你们要哀家助你们何事啊？当然是除掉奸臣叶天赐，还政于陛下。这个就不必了吧？太后，为何不用？那奸臣叶天赐胡作非为，无法无天，仗着身为丞相祸乱天下，应当早早除掉。可是，太后，昨日您发现了圣物稻谷，有了此等功绩，别说废掉一个丞相，就是废了满朝文武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太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丞相。你这是体虚。谁在里面？丞相，就你们两个王爷，也想杀本相？你们也配？不是，丞相，事情是……怕什么？叶天赐，你竟敢乘坐太后凤颜，你可知罪？如果这都算罪的话，叶天赐，你竟敢非礼太后，淫乱后宫！殿前殴打大臣，丞相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太后体恤本相，所以亲自驾凤辇送本相，可他却在这儿造谣生事，玷污皇家声誉。赵王，他不该当。一派胡言，我等亲眼所见。好。那我们就让太后来说说。如果太后说本相颠倒是非黑白，那本相立刻认罪。太后莫慌，臣乃先皇族弟，更是当朝赵王，更有门客3000。不错，太后莫慌，臣也是先皇族弟，也是当朝蜀王，手下文人无数。这2位王爷向来忠心，应该不会和燕王那般。这2位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后世燕王谋反，背后就有这2位的助力，最后3人反目成仇，瓜分大钱，致使大钱江山崩碎，百姓遭受300年乱世。太后，我们可是皇室宗亲啊！太后，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丞相他，哀家体恤丞相体弱，故让其与哀家同城上朝。丞相他也并未有任何失礼之举。这女人该不会真喜欢我吧？这都忍了？你不就是想让哀家处决了你吗？哼，哀家就偏不，哀家就要让你和3位王爷斗得鱼死网破，对吧，丞相？听到没有，蜀王？既然没有，那你就该罚。叶天赐，丞相骂你是要告诉你，别以为哀家不知道你做些什么。这也行？需不需要微臣扶你？丞相还真是体贴。太后生气呀，求你了。来，扶哀家进去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与太后同城，任务奖励已发放。这太后有问题啊！罢了，不过也算得罪了3位王爷。待会儿早朝，他们肯定会报复我。眼下大钱未灭，我找个机会当庭认罪，不就能返回现代了吗？嘿嘿，我真是个大聪明。想死，想得美！二哥，真要看着他为所欲为吗？让你准备的奏折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待会儿上殿，多联系些朝臣一起发难。本王就不信搬不倒他。哼，小皇帝，吃不吃糖？
朕谢过相父。哎，诸位大臣，你们杵着干什么呀？可有本要奏啊！太后，本王要弹劾丞相3宗罪。才3宗罪嘛，我认罪成功一个，那不就成了？蜀王请讲。这第1宗罪，眼下国库空虚，边关将士已经半年未发饷银，目前缺口有500万两之巨，再拖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国库为何会如此空虚？丞相总揽朝政，想必其中定有苦衷吧。丞相，先帝令你摄政，却连年国库空虚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丞相，本王觉得目前国库空虚，若不能及时解决，恐怕有损丞相的英名啊。蜀王所言极是，臣提议当另立宰相。不错，早就该另立贤臣。触发主线任务横征暴敛，任务完成奖励霸王之力。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，正愁怎么死呢？这不来了吗？启禀太后，臣有罪，臣没有监管好百官，让他们贪墨纵横，臣罪该万死。还请太后下旨罢了臣的官，让臣五马分尸，以敬世人。燕王，你就这点水平，这不是轻而易举就扳倒了吗？啊，就是燕王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这叶天赐又玩什么花样？真不怕太后一点头，你就真的人头落地？太后，快下懿旨吧，臣不配当宰相。原来你们是想要罢相了。好，哀家愿意罢相。母后，不过这宰相之位，该由谁来接呢？让你赵王上位吗？你个废物，能解决吗？还是你，蜀王，你能吗？还有你们，哼！既然都不能，就别老盯着丞相屁股下面的椅子，你们都不配。太后，欠军饷之事，总归要解决。叶大人身为我大前宰相，责无旁贷。丞相当然会有解决之法，是吧，丞相？啊，不对，这不对呀！太后，我一路上那么对你，你不生气吗？生气？为什么要生气？哀家喜欢得很。丞相，好好表现。若是表现得好，哀家可以答应你一个小小的请求。臣不是那种人。你要是做不到，那好，哀家一定会在你死之前先死。这女人凭什么能拿捏我的软肋？太后一死，我任务怎么办啊？哎，罢了。区500万两而已，本相1刻钟就能搞定。哼，丞相是说加税吗？哪怕不顾百姓死活，你1刻钟也收不上来吧？你别管本相用什么方法，本相要是收上来，又当如何？丞相若是能做到，本王任凭丞相处置；但要是做不到，丞相又当如何？本相要是做不到，本相把命抵给你。当真？丞相所言认真？那是自然。丞相可别耍赖，不然就是欺君之罪。不是，这叶天赐玩这么大，若是收不上来，那他岂不是真死了？哀家和陛下岂不是会？相夫。本相一言九鼎，1刻钟多一息都算本相输。好，能跟丞相对赌，也算是本王的荣幸。
丞相，请说出你的解决之法。本相的解决之法很简单，那就是杀人。杀谁？呵呵，那自然杀你。父王，你竟敢擅杀我大前王爷！你要造反吗？叶天赐，当着陛下的面刺杀我大前的肱骨之臣，眼里还有陛下吗？还有我们大前的江山社稷吗？肱骨之臣，大前如今风雨飘摇，百姓食不果腹，衣不遮体。他身为蜀王，却是豪宅数百，良田上万，骄奢淫逸，又饲养死士。就算楚王贪污属实，你抄了他家，你也凑不出来500万两啊！丞相，你输了就该履任。来人，送丞相上路，去陪蜀王。谁说本相输了？你的办法并没有凑到500万两银子。不错，丞相你输了。这不还有2位王爷吗？你赵王最有钱，不如再杀一个。一个不够就杀2个，都杀光了还不够，那就杀本相。本相就不相信你们的屁股都是干净的。你们谁先来啊？你还是你？丞相，你别乱来，下官不曾贪污啊，下官也不曾。丞相他疯了！丞相，请另想解决办法。既然太后开口了，本相就另外选一个解决办法。你们捐款吧，捐不够500万两，蜀王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我捐1万两，我也捐。叶天赐，你果然有本事。诸位大臣，只是轻描淡写就凑齐了500万这两。500万两，不就凑齐了吗？当真是人才！恭喜宿主出色成功完成任务，横征暴敛，奖励霸王之力。2位王爷，这3宗罪已过其一，2位还有什么手段呀？太后，臣要弹劾丞相第2宗罪。哦，陛下，数日前，丞相带着精粮去赈灾，可是他却把粮食换成了糠，然后把粮食卖了钱，装在了自己的口袋里，还望太后明察。什么？竟然让人吃富糠？丞相，当真有此事？母后，什么是富糠？就是稻谷的壳，用来喂养牲畜的饲料。本相还以为什么大事儿，没想到就是此等小事。不错，是本相干的。这竟然是真的，简直太过分了！赈灾的精粮偷换成富糠，竟然还说是小事。丞相当真要逼天下人造反吗？这1斤精粮可以换3斤富糠，也就是说，原本能救活1个人的粮食，现在能救活3个人。请问，本相何错之有啊？富糠是给牲口吃的，人怎么吃啊？灾民是人吗？那就是畜生。为了活命，树皮、草根、泥土，什么都吃。本相给他们吃富糠，那是对他们的恩赐。一派胡言，就没听说过人吃泥土的。易子而食都能发生，吃土又有何不可呢？燕王，你是没听说过观音土吗？有多少百姓吃了观音土被活活胀死，你见过吗？非
非常之时，当用非常之法。丞相之策，哀家无话可说。是啊，但是也比饿死强啊。是啊，看来是我们错怪丞相了。是啊，丞相是好人呐。二位王爷，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也不中用啊。就这，好你个叶天赐，真是巧舌如簧。这黑的都能让你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。太后，臣下要弹劾丞相的第3宗罪。二位王爷，这3宗罪可是已经过了其2了，本相可是毫发无损。您二位还确定要追踪第3宗罪吗？第3宗罪，你插翅难逃。不错，而这第3宗罪就是你勾结北莽，意图使我大前江山置于水深火热。什么？是这种事情，王爷，你可有证据？证据有，本王刚刚派人到丞相府中搜出了一封信和玉。来人，呈上来。坏了，前主是真干了这事儿啊！什么？你真干了？合着你也是奸臣？这天下皆知，这玉乃是和氏璧，是北莽国君的心爱之物。我刚刚派人在丞相府中搜查出此物。丞相，你可有话要跟哀家解释？本相……丞相，你是有苦衷的，对不对？你是被诬陷的，对不对？快巧舌如簧的狡辩呀！太后明鉴，臣确实接受了北莽国君的和氏璧，甚至还接受了他的贿赂。物证确凿丞相伏法，来人，把这卖国贼带到狱中。除掉这个绊脚石，看谁还能阻止我上位。不，他不能死。慢着！陛下引诱，先诛杀了这卖国之贼，本王再亲自向您赔罪。你们要抗旨不分吗？赵王，陛下虽然年幼，但也是君，你连陛下的话都不听，难道是因为眼里根本就没有陛下吗？你们怎么停了？快动手啊！慢着，等陛下说完再说。相父，相父，快快请起！真把我当相父了吧？我可是大大的奸臣呐！相父，你受苦了。诸位大臣，且看。这还看什么呀？这玉佩就是和氏璧，就是这奸臣通敌卖国的罪证。这玉这是碎的。陛下碎玉，它也是和氏璧呀。碎了，它也不是和氏璧，而且还说明一个道理。这是丞相想要告诉朕，相父他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他北莽，休想收买朕的相父。对不对，相父？相父，你会一直辅佐朕的，对不对？好不好嘛，相父？相父，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不是，我这就答应了。不行不行，我可是要回到现代社会，我还要我的逍遥自在。可是我若是一走了之，这小皇帝可就……相父，待会散朝的时候你别走，朕要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惊喜？什么惊喜啊？陛下，人证物证确凿，你不能因为一句话就……况且这书信还在呢。在相父还未送走时，就被你派人偷走了。你相父乃堂堂丞相，你派人入相府盗窃，你该当何罪？我连相府你都敢偷，那其他大臣的把柄是不是全掌握在你手里了？我没有。太后，机不可失，请下旨，立即击杀此贼。丞相通敌一事，证据不足，就此作罢。太后，哀家就罚了，
散朝吧。功亏一篑呀！这二位王爷，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也不中用啊！下次来点实在的，本相很期待看见你们的手段。叶天赐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你现在这样不过是仰仗陛下和太后对你的信任，很快这个信任就没有了。那你们可快点儿，本相可太着急了。哼！来，你说这太后和陛下是疯了吗？啊，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维护叶天赐那个小人，真是太可恶了。你说该不会丞相和太后二人之间有那层关系吧？我看80%是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说句话呀！看来不得不动用那颗棋子了。棋子？你说的是禁军首领吕小布？不错，吕小布执掌禁军，若是发现叶天赐有任何不轨之举，立刻先斩后奏。另外，我们联系大秦、大楚，他们不是打算来提亲吗？一旦暗杀不成，我们就把小皇帝嫁出去，到时候皇位不就空了吗？哎，妙！甚好甚好。来，大哥，来，干杯！大胆狗奴才！陛下让我去哪儿啊？陛下说的惊喜在哪儿呢？丞相息怒，快了，就快了，惊喜就在里面。这小皇帝神神秘秘的，到时要干什么？该不会是要引我入宫，再摔杯为号，再杀了我？那可太好了！在哪儿啊？我在这儿呢，可别让我抓到了呀！这儿呢。看我不抓着你！在哪儿呢？在这儿，你们在哪儿啊？抓到了！你别说话，让我猜猜你是谁？平平无奇，应该不是萧妃。腰是这么粗，难道是孙妃？你长胖了这么多啊！这是男人？你，大胆淫贼，胆敢擅闯后宫，该当何罪？你不认识我？认识你如何？不认识你又如何？就算你是王爷，也不能擅闯皇宫啊！这么大的罪名吗？罪名当然大了，轻则罢官，重则处以宫刑。宫刑懂吗？恭喜宿主触发任务祸乱后宫，任务奖励全套电子设备。我就说嘛，小皇帝怎么可能忍得了我这么大个奸臣？原来惊喜在这儿啊，这不正好吗？祸乱后宫，再处死你，好借口啊！那有比宫刑还严重的吗？当然有啊，我可是先帝嫔妃，如今陛下的额娘，你冒犯了我，罪加一等，本宫要大大的严惩你。怕了吧？太好了，那你快弄死我呀！我都等不及了。陛下，你不在书房里好好读书，要去哪儿？陛下，你眼前要紧的就是读书学习，等你长大以后好处理朝政，到时候哀家也好安心退位呀。母后，您还这么年轻嘛？严肃点儿，眼下燕王、赵王都对你的皇位虎视眈眈。你须得好好学习为君之道，方才能。不是要丞相吗？丞相，皇儿，那丞相虽然才学惊艳，但他的心不在大秦。
真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对。母后，你喜欢相父吗？你这丫头，胡说什么呢？好吧，朕本来想着带丞相来后宫，好让你们二人感情增进增进呢。什么？你把丞相召进后宫了？有什么不可以的吗？后宫除了父皇的嫔妃，也没什么坏人吧？糟了，你把丞相引到美女如云的冷宫，他要是祸乱后宫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哎呦，我说我祸乱后宫，你们快处死我呀！我不反抗。求死？这人是不是这里有问题啊？应该是吧，要不是个傻子，魏公公怎么会把他往后宫领呢？那应该是了。看在你是个傻子的份上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赶快走吧，一会儿建军来了就麻烦了。哎呀，我不是个傻子，我是个正常人，我脑子好得很。看来傻的还挺严重的。我真不是傻子，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。你们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大喊侍卫，然后过来把我抓起来一刀咔嚓了吗？不，也没发烧啊，不过也病得不轻。你们要是不喊，我可就来真的了。来啊来啊，你个小傻子，你知道什么是来真的吗？不是，你们这群女流氓。哎，算了，不许你们测试我一下，你看看我是不是真傻。那好，那本宫就测一测你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。”下一句是什么呀？不亦乐乎。你还真不傻呀。你这个太简单了。这样吧，由我出个对联，我出上联，你对下联，如何？好啊。听好了，一行争艳是个吃食。那我对两只烤鸭，蒸对烤燕对鸭，天对地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。我这对联可能添字，我这对联也能添字。我的上联是一行争艳向南飞，现在这个蒸可不是蒸包子的那个蒸了。那我给你对两只靠鸭往北走，我现在这个靠也不是刚才火字旁的那个考了。我这上联可还有一个点，说的是大明朝晋王朱棣起兵晋南，这叫争艳向南飞。我这个也有一个点，讲的是大宋徽钦二宗被掳到五国城，这就叫两只靠鸭往北走。这都能对得上，他还真不是个傻子呀。我都说了，我不是一个傻子，你们现在赶紧叫人把我抓起来呀！这，我们叫人吧。不急，我先考验一下这个小子的才华，若他真有大才，就不能杀了。那我现在换一个题目，若是你还能答上来，我们就承认你不是个傻子。随便出。好，听好了，我的上联是烟锁池塘柳。就这？不是，你们笑什么？我笑你啊，还是愚昧无知。我也笑你大字不识一等。还说你不傻呢？此上联乃知名的千古绝对，至今难倒了多少才子。那是他们笨，没我聪明。区区5个字的对联，又有何难？小傻子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瞧瞧，这上联5字，字字欠5，行为偏旁，看似简单好解，其实很难，甚至很多人啊都称它为天下第一难呢。天下第一难？就这？烟锁池塘柳，其结构上5个字使用了5行作为偏旁。池塘是一个合成词，雾如烟，雾隐藏了池塘和柳。虽短短5个字，却将池塘美景跃然于纸上，妙不可言。岂是这么容易就能对上？巧了，这天下才气共10斗，我叶某人独占12斗。这么说，天下读书人还欠你2斗不成？没错。好，你要是真能对上，那本宫我就让他给你为奴为婢。淑妃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怕什么呀？他还能真对上不成？那你们听好了，我要对的是
静寒火树低。这上联写的是池塘烟雾弥漫的景色，下联写出了池塘水影倒照的美色，平仄相对，五行相错，他居然还真的对上了，怎么可能啊？他难道真的不傻？别着急啊，这还没完呢。我都说了，这天下财气共10斗，我叶某人独占12斗。这区区5个字的下联，怎么能显示我的才华呢？他竟然还有，这对上一句就已经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天才了，他竟然还能对上2句。银溪临海图，如何？这灯消江灞桥，如何呀？这何见野村秋，如何？还有陶然锦江堤，如何？此人才华当真惊天地泣鬼神，当世无二，大才，妥妥的大才。哎呀，现在你们服不服啊？还说我是傻子吗？那好啊，我现在已经祸乱后宫了，你们快喊人把我抓起来呀！先生，还请不要声张。像您这样才华的大才子，当然不可能贸然来这后宫，定然是被奸臣所害吧？哎呦，不是，我真是自己来的。我们都懂，虽然我们是些女流之辈，身居后宫，但是也知道朝堂之上并不安定，尤其是那叶天赐，狼子野心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定然也是被那奸臣所陷害啊！快走吧，待会儿，快躲起来，来人了！快来人了，那不正好？得罪了，先生你这不好吧？这怎么不好啊？哎，好得很。恭喜宿主，祸乱后宫已经完成，任务奖励已下发。胆敢玷污先帝嫔妃，岂有此理！来人，给我就地格杀，先斩后奏。终于来了，大胆！丞相，你当我不认识你是吧？身为陛下的相父，竟然祸乱后宫，今天就算是太后来了，也保不住你。你是丞相？不好意思啊，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那你们快点啊，我都等不及了。且慢！啊！参见太后。参见太后。太后和陛下怎么来了？这种事情不是应该先斩后奏吗？相夫，陛下不用解释，是微臣鬼迷心窍，强行玷污了后宫的嫔妃们，微臣罪大恶极，您赶紧下旨把微臣砍了吧。相夫，你听朕解释。陛下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此等淫贼，罪大恶极。陛下切莫害怕，今日之事，就算是满朝文武知道了，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的。吕小布将军，还请放过丞相。太后，末将难以答应啊。那若是哀家偏要保他呢？那末将请辞，这禁军统帅一职，还请太后另寻贤良啊。溜啊！这吕小布居然敢违抗太后！记得史书记载，这吕小布面对燕王叛军，丝毫不抵抗，直接开了城门。今日一看，果真如此。不过做得好啊！快违抗旨意，强行杀了我！燕王的棋子，好你个吕小布，王哀家如此厚待于你，殊不知你却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吕小布将军，你误会了，丞相此次前来是奉了哀家的旨意。这什么？奉旨扰乱后宫？不错，对吧，丞相？啊？微臣该说对吗？哀家豁出太后之位保你一命，但你得自证清白，否则宫刑在所难免。丞相，你不会怪哀家吧？宫刑？这吕小布，你怎么不快点来？
现在这太后非要保我，那我8成是死不了了，反而被那杀了，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你想干什么呀？太后，你做这些事情，就不怕先帝的在天之灵知道，死不瞑目吗？这些可都是先帝的嫔妃啊！先帝的嫔妃怎么了？人都是要有需求的。岂有此理！我吕小布虽是一介莽夫，却也懂得道德纲理。丞相，我要弹劾你。就算杀不了你，我也要阉了你。废！机会给你，你都不中用。吕小布将军，本相什么时候祸乱后宫了呀？你刚刚看了什么，摸了什么？我可一清二楚。哎，本相只是在满足先帝嫔妃们的内心需求。这不都一样吗？哎，那可不一样。本相向来精通音律，本相这次来也是教诸位嫔妃们音律的。丞相莫不是把我当傻子了？众人都知，咱们的丞相啊，才学书琴，音律更是一窍不通，弹劾就到。那若是本相会又如何？巧了，我这边也有一位才子，略懂音律，不如我们比一比。哇，我五音不全。那好啊，如果丞相真的比不过萧断肠，那就老老实实的接受我们禁军的宫刑。如果末将输了，末将以命相赔。一言为定。好悦耳的笛声。好听，好听。丞相，你还拿不出你的乐器吗？一会儿要是输了，可别怪末将啊。不过放心，末将的刀很快。相夫啊，无妨。哎，就你这样耍猴呢？这是何物？声音竟如此之大，好大的声音，居然盖过了萧断肠的音律。萧断肠，你给我使劲！哎呦，就这啊？这声音是？你这音律技法也不行啊！用力，给我用力！哎呦！萧断肠全败了。你说你就吹着笛子，你用那么大力气干什么？怎么样？我这个音律还不错吧？不过是声音大罢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声音大，我花样还多呢。这音律，这你也会？怎么样？我现在有资格教他们音律了吗？丞相，刚刚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丞相。丞相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小的这一次吧。小的以后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饶了你？好啊，那你问问太后答不答应？哀家和陛下视你为心腹，你却成了燕王的棋子。太后，小的已经知道错了，看在先帝的面子上，饶了小的一命吧。先帝？你还有脸提先帝？你为燕王效力的时候，可有想到过先帝吗？
来人，将此等不忠不义之辈拉下去，严加审问。是。太后，太后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太后，哎呀！丞相，你看这些嫔妃们，也都挺可怜的。在后宫里孤苦无依的。不如你收了他们。啊？不，这使不得。丞相，莫不是嫌弃我的？啊，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可以自力更生。自力更生？你们可以成立一个大钱歌舞天团，我做团长。天团？这许老板的生活我也算是体验到了。好看吗？好看，还行。不对劲儿啊，这个女人我怎么感觉她能听到我的心声一般？每次我都差一点点就能回到现代社会，却都被阴错阳差的打断。糟了，这叶天赐难道发现了？太后，今日你为何帮我呀？怎么办？难道真的要告诉叶天赐，我可以听到他的心声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是猜到明日早朝燕王会给陛下纳夫，所以你特意把我留下，给陛下主持公道，是吗？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等等，给陛下纳夫？陛下才8岁，纳什么夫啊？那岂不是要架空陛下？哼！啊！不帮。丞相，只要你能答应保护陛下，哀家可以将这歌舞天团赐予你，并且哀家也可以为你献舞一曲。恭喜宿主触发任务太后的献舞，任务完成奖励外科手术精通，任务失败终身肾虚。不是还来？算了，就当享受享受了。为何明明这般屈辱之事，哀家却没有任何不悦，甚至还有一些欢喜？难道哀家真的喜欢上了？不行，哀家是太后，我是为了陛下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太后，臣有事禀报。说。太后，这大秦和大楚两国已分配各国皇子前来提亲。提亲？哀家为何不知？太后有所不知，这是先皇的约定。2位皇子已在殿外等候多时，还请太后宣他们觐见。宣2位皇子觐见。大秦皇子见过陛下，见过太后。2位使臣请起。谢陛下，谢太后。大前陛下，还请履行约定，完成联姻。没错，我大秦也是这般认为的。这联姻仪式还有待商榷，不如2位皇子先行休息，待哀家确认之后，选定宗室之女，定然履行约定。不可，今日乃是盟约之日，应当今日定下。是，今日定下。相父，有道理。不过，不知2位王爷，谁家的女儿合适？回丞相，本王无女啊。哦，回丞相，本王之女昨夜暴毙呀，现在已膝下无女啊！啊？什么？
这燕王分明有一女，居然为了不联姻杀了自己的女儿，真是好狠的心。大前太后，你们这是要毁约吗？没错，大前既然言而失信，那么就开战吧。二位皇子，不是大前不履行约定，实在是大前目前尚无宗室之女。哎，太后，此言差矣，我大前皇室还有一女啊。是啊，谁呀？那皇室之女就是当今陛下。什么？陛下？陛下可是一国之君，还是未成年，岂可？相夫，你觉得呢？叶天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难道真的要把陛下嫁给这群人吗？那丞相，这件事我想你不反对吧？丞相，不可呀！我等也是为了大前的江山社稷，本王觉得陛下还是先履行先帝的约定，先前往大秦或大楚培养感情，待成年之后再完婚。荒唐！陛下可是一国之君，岂可？说得好，丞相。陛下毕竟是一国之君，肯定是要找地夫。不过这眼下，陛下只有一个，而你们大秦和大楚却有2位皇子，本相实在是难以抉择呀。当然是本皇子，本皇子乃大楚天骄，力大无穷，力可扛鼎。真是莽夫！本皇子乃大秦才子，聪慧过人，过目不忘。陛下，这2位皇子乃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，还请陛下选一位，完成先帝婚约。只要婚约一成，无论嫁给谁，都要离开大秦。到时候这婚约还不是我大哥说了算？相夫，好，2位皇子都是人才，本相也难以决断。不如这样，本相出一个题目，你们若是能答上来，本相就做媒，让陛下嫁给你们。但是你们若是答不上来，那就得入赘大钱。不可，这叶天赐小聪明不少，定不能让他得逞。燕王，本相打算弃暗投明了。放心，题目很简单，3岁小孩都能答得上。不知燕王可否给本相一个机会？你要追随本王？当然了，本相根本不在乎谁是皇帝，本相只想做皇帝身边一个丞相。好，本王答应你，此事办得妥当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叶天赐，本王给你一个机会，若是你能识趣儿，待本王上位后，也是对付赵王的一把刀。既然燕王没有异议，那么2位皇子，请听好，题目是树上7个猴，地下1个猴，加一起几个猴？7个猴，1个猴，这题目也太简单了吧？就是八个猴。对，8个。我先说的。这问题这么简单，我下次一定比你快。这题这么简单，叶天赐他在做什么？难道真的要陛下嫁给这2个人吗？难道他叛变了？乖侄女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臣子都开始效忠我了。恭喜2位都答对了，2位皇子真是聪明伶俐呀。燕王，这题是不是太简单了？2位都答出来了，我这怎么好决断呀？这事儿办得不错，本王很是满意。但是这3岁孩子的题目太过简单，不如丞相提升点难度，直接到4岁，不，5岁。5岁？行，
那下官就出个5岁的。你们2位都很聪明，那本相就给你们加点难度。你们要听好了，听仔细了。树上7个猴，地下1个猴，加一起几个猴？猴，我先来，8只猴。对，8个。回答错误。刚才也说了8个，怎么就错了？2个？怎么可能？这7加1不就等于8吗？你们呐，我都说了要审题。本相刚才说的很清楚了，树上7个猴，地下1个猴，加一起2个。7个猴，都怪你大吼大叫，害得本皇子都没听清。哎呀，这燕王，要不要换回3岁的呀？我觉得5岁的他们把持不住。这帮废物，真是这么简单的题都答不上来。燕王果然聪慧啊，那是自然。这题目继续出5岁的，给他们个机会。行，这简单。2位皇子继续听题，可别听错了。树上骑7个猴，地下1个猴，加一起几个猴？速度回答，谁先回答上来就能迎娶陛下。2猴，两个，错了，8个猴。树上骑7个猴，地下1个猴，加一起8个啊！这树上骑7个猴，不是这树能受得了吗？它就算掉下来，它也是8个。就你这智商，燕王，不然咱们算了吧。他们2个5岁的题都拿捏不住。好一个叶天赐，原来你在这儿算计燕王呢，还真是够机智的。燕王，2位皇子连5岁孩子的题都答不上，看来这地夫之位还当另选贤才呀。诸位大臣，你们觉得呢？这婚约啊是陛下定的，不论合不合适，都不应该带个人情感。是啊，既然这2位皇子答不上来，那就入赘吧。婚约之事啊，一定得履行。不错，丞相所谓的考教，不过是一些言语漏洞，不足以服众啊。还请丞相另外出题。还出？还请继续出题。请丞相出题。好，既然你们言语不行，那本相就考考你们学识。毕竟这学识尚浅之人，可是配不上我们陛下。本皇子3岁识字，5岁就能作诗，8岁登台授学。论学识，本皇子说第2，没有人说第1。识字作诗，小道耳。回大前丞相，本皇子10岁通读兵、墨、法、道、儒5家经典，15岁精通鲁班、墨家等数十种奇门。论学识，可一点都不比这大楚皇子差。差与无差，等比过才知道。好，本相这个问题很简单，那就是请2位良才让铁树开花。铁树怎么开了开花？怎么可能呢？这是无稽之谈。这本皇子敢断定，这全天下没人能做到。没错，本皇子也敢断定，没人能做到。无人能做到，那若是本相做到了又如何呢？敢不敢赌上一把？赌什么？赌命。丞相说笑了，本皇子乃大秦天子，怎么能与丞相赌命？如何不可呀？依本王看，你们未来其中1人是我大秦女帝的夫君，
两国同修共好，很有可能合二为一呀。此等千秋大事，值得一睹啊！你们若是娶了大前女帝，你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，那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再说，这铁树怎么开花？别被他给唬住了啊！好，那我们赌了。若我们输了，我们愿赌服输，赔上性命；但若我们侥幸赢了，还请丞相完成约定。你们放心，就算本相想耍赖，这样人也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叶天赐小儿还想让铁树开花，神仙也不可能，等着受死吧！叶天赐，今日我就让你为我而偿命！坏了，哀家应该阻止他的，这铁树怎么能开花？算了，大不了我求两位王爷再饶他一命。来人！大人，都准备好了。丞相，你这是什么？在烧炭吗？这是在干嘛？叶天赐，你不是想让铁树开花吗？怎么，你以为把铁树烧成铁水就能开花了？丞相，实在不行不要勉强，认输不丢人。是啊，认输吧。就是，哗众取宠呢。哎呀，荒唐！好，那你们就瞧好吧。哎，看好了，这就叫铁树开花。叶天赐，这就是铁树开花？我看是铁树拉稀。叶天赐，放弃吧，铁树根本无法开花，因为铁树乃是死物。你以为把铁树烧成铁水就能开花？老爷，闪开，让本相来。丞相，万万不可！这铁水热量奇高无比，万一你若是被烫伤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是啊，丞相，区区一个赌注而已，无妨。你贡献水稻有功，我等老臣一定站在你这边。丞相若是真的输了，那陛下这皇位岂不是要被这两位王爷所夺？朕也觉得铁树开花实在太难了，相父，要不放弃吧？陛下，放心。相父，叶天赐，你可要想好了，你是在与二位皇子做赌注，如果输了，可要履行赌约。铁树开花乃是铁花，你以为把铁水烧成红的，它就可以开花了吗？愚蠢！赵王，要是我让这铁树开了花，是不是就算我赢了呀？是，但是你不可能开。那可未必。又来一次，这怎么可能？铁树真的开花了！前世就想看看这打铁花，没想到今日总算实现了。好美！相父是神仙吗？这就是丞相啊！他先是献上了杂交水稻这种圣物，如今又让铁树开花，这是神迹啊！神仙，丞相这是神仙啊！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丞相，刚才是本皇子口误，本皇子不赌了。对，我也不赌了，还请大前丞相给我大秦一个面子，他日必有厚礼相赠。原来他有办法控制事态，所以才会同意帮陛下选婿。好你个足智多谋的叶天赐！放肆！今日是三国会师之日，你们身为各国的储君，一言九鼎，怎敢随意违约？还是说，你大秦和大楚连面子都不要了？可是我还不想死。大秦燕王，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们什么？你们
丞相，这2位可都是大秦和大楚的储君，若是死在我们大前，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恐怕会激发我们3国的矛盾啊。不错，要是杀了他们2人，会让大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丞相，为了大局，还是网开一面吧。请丞相网开一面。好，既然2位王爷都出面求情了，那本相就给2位王爷一个面子，许你们割地买命。10座城池，大秦丞相，这位做不了主啊！无法，你们都是各国储君，一言九鼎，区10座城池而已。放心，你们做不了主，本相做了，你们只管签字儿，剩下的本相自然会派兵去取，你们不用出面。连协议都准备好了，难道他预先就想到了这一步？叶天赐，你可不要太过分啊！你怎么能让他们割地赔款呢？确实有些过分。那这样，城池呢不要了，字儿你们也不签了，咱们履行赌约啊！不，我签。既然2位都没有通过相父的考教，那就都淘汰吧。这次婚事也作罢，退朝。陛下且慢，这2位皇子好歹也是拿了10座城池当做买命钱，陛下还请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丞相，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啊！丞相，婚约之事还得再比，刚才那些题目不太公平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只怕引得2国不满。有道理。陛下，刚刚的题目确实有些难了，不如再给他们2人一次机会，如何呀？那朕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吧。多谢大前女帝，我俩定然全力以赴。相父，你好好出题，别太简单了，但是也别太难了。陛下的伴侣需要和陛下一块面对共同的危难，帮助陛下解决各种危机。勇气是必不可少的品质，所以本相接下来要考教的是2位的勇气。考教勇气，不错，勇气确实很重要。本皇子10岁斗狼，15岁就敢搏虎，最不缺的就是勇气。我曾只身进入蛮夷之地，无数妖邪毒物都不曾奈我如何。论勇气，我秦从不输任何人。看来这一关对2位皇子没什么难度啊。来人，把东西抬上来。敢问丞相，如何考教啊？是啊，这油锅难不成还要做菜？这一关很简单，名字叫下油锅。下油锅，起开。规则也十分简单，只要2位能用手把铜钱捞出来，就算过关。如此滚烫的油锅，这手一下去肯定就废了。这热油烹炸可比刀砍疼10000倍呀！好你个大奸臣，你这招可真是狠毒啊！也罢，让2位皇子知难而退也好。2位，开始吧。不知道谁先来呀？你先来。我刚刚还吹嘘自己有多勇猛呢，怎么现在就不敢了吗？陛下，小人不敢，但小人敢肯定，这天下无人能做到。丞相，这题目是你自己出的，自己先上啊！对呀，有本事就自己上啊！你要是不敢，
我看你就是故意阻止三国会盟，故意拿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难题。不错，只要丞相能做到，我楚霸心服口服。就是，我也认了。全天下没人能做到，今日本相就捞给你们看。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还真拿出来了！是啊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就不信你有铜皮铁骨，有锅一定有诈。燕王，你凭什么说本相的油锅有诈呀？你要是不信，自己来试试啊！你刚才这么多人都目睹了全程，如果真有问题，又怎么会躲过这么多人的眼睛？二位皇子，这一局你们又输了。可是，既然你们都没通过考教，那朕的选婿之事到此为止。等一下，我明白了，这里面根本就不是油，确切来说，不全是油。不是油，那是什么？老陈醋。什么？老陈醋？没错，就是醋。因为醋跟油不一样，即使表面翻滚，也无法烫伤手臂，所以丞相才会毫发无伤。对，大家不信可以自己闻闻，这里面可全是醋啊！还真是醋啊！对，我也闻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要不是秦王子细心，还真被你给骗了。现在本王宣布，此局二位公子均获胜，择优选其不日大婚。且慢，叶天赐，你还想狡辩不成？难道你要让大钱毁于一旦吗？陛下，赶紧选一位嫁了吧！嫁了吧！本相刚刚说得很清楚，只要有人把硬币拿出来，就算过关。至于里面是油是醋，重要吗？难道你们真想让本相换成油？我若真换成了油，你们又敢试吗？二位公子，还不开始啊！赶紧捞啊！大前丞相细皮嫩肉，我楚霸武功高强，还怕你不成？我的手！相父，那里面不是醋吗？怎么回事啊？确实是醋，不过这个傻子磨磨唧唧太久了，醋都蒸发了，现在都是油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本相铜皮铁骨，你楚霸只是一个凡人，自然会受伤了。楚霸，你被淘汰了，朕的选婿之事到此为止。陛下，还有小人呢。大秦皇子，你没看到他的下场吗？区区皮肉之伤，有何可惧？眼下我已经为大秦输掉了10座城，若是不娶到大钱女帝，我的皇子之位必定被废除，只当赌一把了。是啊，大丈夫连死都不怕，岂会怕这区区油锅？秦皇子，本王没有看错你啊！加油，捞出铜钱，女帝就是你的了。好，果然有胆识。救救大秦，居然有如此气魄，了不得啊！丞相，我做到了，大钱女帝属我的。好，本王没有看错你。丞相，宣布结果吧。丞相，这一下你有话可说了吧？自然如此。本相说，此轮考教无功。我已经拿出了铜钱，凭什么说无人通过？对啊，都已经拿出来了。
丞相，这可是两国储君，不能耍赖啊，否则……相父，他真的拿出来了。叶天赐，难道你真以为你可以颠倒黑白、罔顾事实、只手遮天吗？丞相，你难道要戏耍两国皇子，将大钱毁于一旦？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二位王爷，你们是不是没有听清楚？我刚才说的是什么？我说的是，此轮考教的是勇气。首都伸进油锅里了，这还不算是勇气吗？哼，这等勇气还不够大吗？当然不算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那是莽夫行为。手都炸焦了，还想迎娶陛下？你们难道想要一个残废身居高位，成为我大钱女帝的夫君？我大钱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可明明是你说从里面捞出来铜币就算赢的。那本相让你去死，你去吗？审时度势没听过吗？不会好好审题吗？能屈能伸知进退，方为友。圣人的教诲没听过。就你这种女夫，还想娶陛下？来人，快送大秦皇子前去疗伤，速度要快。我不服，我不服！凭什么？明明捞出来了，我不服！走吧，凭什么？二位王爷，哀家也很想履行约定，但是你们也看到了，这两位皇子并非良配，所以联姻之事还是缓一缓吧。可是，天赐小儿，别以为就这样结束了，本王更狠的杀招还在后边呢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有什么招尽管使，我要是接不住，算本相输。恭喜宿主触发隐藏任务，太后求饶。任务完成，奖励现代医学常识；任务失败，失去返回现代资格。太后得罪了。开疆扩土，没想到一场死局也能被他盘活，还白得20座城池。叶天赐，你真是我大钱的福星。哼，谁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一早就来了。不过刚刚太后的话，本相就当做你在夸我了。丞相怎会在此？哀家并未下旨召见。哎呀，当然是来分城池的。哀家选婿赚来的钱，你凭什么来分？哼，若不是本相帮你选婿，恐怕现在陛下应该出国了。你想如何分？7成。什么？你打算只给哀家7成？不，7成是本相的，你只能拿3成，还得看本相的脸色。你们都是废物！哼！该死的叶天赐，大好的局面都让他给毁了。可不是嘛！要是将女帝嫁去他国，这皇位不就空出来了吗？可惜了。不如除掉陛下，以绝后患。这不太好下手吧？本王确实不太好下手，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丞相的名义送他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婚衣、天花。看谁的脸色？本相的。那哀家不成跪着要饭的了吗？若是真如太后你所说，那还真是跪着要饭的。不过，多少人想跪，还没这门路呢。
不用城池换太后求饶，应该不算欺负人吧？原来如此，是想让我求饶，这好办。若是哀家就想要站着，还要分走7成呢？那你就得给本相跪着，并且1分都得不到。可是哀家想要的是全部。那你就一直跪着，并且看本相的脸色。当真要跪下来？真跪。本相说了，要看本相的脸色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太后求饶。恭喜宿主触发隐藏任务，拯救陛下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寿终正寝，即可返回现代社会。陛下，太后，太后，陛下他，皇儿他怎么了？陛下喝药了。你们不要靠近。陛下，龙体要紧啊，咱家不怕。朕得的是天花绝症，无药可医的。朕若是扛得过去，也就算了；若是扛不过去，你们也不要贸然靠近，会被传染的。陛下，你要抗旨不遵吗？太后不能过去啊！让开！太后，我让你们让开！太后，不要辜负了陛下一片好心呐！眼下陛下病危，您的身体可千万不能有任何差池啊！我让你们滚！你就不怕哀家杀了你们吗？母后，皇儿求你了，不要靠近，皇儿不想传染给母后。皇儿，是谁给陛下送的衣服？是谁给陛下送的衣服？说！是说呀！是丞相。丞相，叶天赐，大人呢？人在哪儿？回太后，叶天赐已经离开了京城。叶天赐，你就这么想死吗？好，那哀家就替大千江山于不顾，也要诛杀你这个逆贼！来人，传哀家懿旨，罢免叶天赐丞相之位，全国击打，西岐向上人头者上万箭！来，大哥，你的谋略真是高啊！只是略施小计，那太后便把叶天赐的丞相之位给罢免了。就是啊，叶天赐恐怕已经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了。跟我斗，他也配？大哥，我们什么时候？不急，那小皇帝苟延残喘，再等他几天，待一切尘埃落定，就都结束了。那就恭喜大哥，哦不，恭喜陛下。摄政王说的哪里的话？摄政王，我不是……还有你，丞相大人。谢陛下。皇儿，母后，你怎么来了？皇儿不想传染给你。皇儿，哀家要是没了你，可怎么活呀？母后，孩儿渴了。好，
去了？哀家还是太后，陛下也还没死，怎么你们连哀家的话也不听了吗？太后，后宫的太监宫女，还有拱卫皇宫的侍卫，听说有天花，都已经逃离皇宫了。如今后宫已经没人了。好，身边连一个忠心的人都没有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不走？太后，奴才当然是被我抓回来的。叶天赐，你还敢回来？太后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哀家已经处处依着你，处处维护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为什么要送带毒的衣服给陛下？为什么？这个傻女，别人说是我送的，就是我送的。我本来就对当忠臣没兴趣，你一直逼我当忠臣。现在好了，我刚当了忠臣，你又怀疑我。什么？这衣服不是你拿的？你觉得呢？算了，看在小皇帝的面子上，不和你计较了。幸好还有救。丞相，你是不是有办法救陛下？办法是有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如果我把陛下给救活了，你就辞去我的丞相之位；要是我没有救活，你就一剑杀了我。啊！我真是天才！这样一来，不论我治好治不好，我都能回归现实了，两全其美。还是不肯为哀家效力吗？罢了，眼下皇儿性命要紧。好，哀家答应你。不过，你打算怎么治？种牛痘。大胆！长公主，什么？叶天赐又入皇宫了？是。你们怎么没杀了他？哎，是我的意思。大哥，你……我们动手，势必会落下把柄。但是叶天赐就不一样了。此话怎讲？等皇宫里面的人一死，我们就对外宣称是叶天赐感染了陛下，此人祸国殃民，人人得诛之。到时候燕王就是祭天行道。妙啊，此计甚妙。时候差不多了，走，入宫登基。现在？本来还想再等等，但我派人加速了。太后，本公主偶得一神医，医术高超，可以救治陛下，还望太后莫要听信这奸臣之人。好漂亮的女人！放肆！我怎么放肆了？我没说话呀。咦，这声音难道刚才是我的幻觉？这就是传说之中的长公主吗？长得真漂亮，怪不得燕王造反后，这女人被燕王、赵王轮流争抢，直接反目成仇。什么燕王造反？我被燕王、赵王轮流争抢？长公主，你是不是也能听到丞相的心声？心声？难道我刚刚听到的，你也能听到？太后，臣的医术不敢说天下第一，但也是颇有建树，还请太后让微臣治疗陛下。颇有建树？颇有建树不就是半吊子吗？半吊子也敢出手救陛下？你，太后，臣的韩家世代行医，祖上也有过治好天花的例子，就连微臣也不惧任何天花。当真？当然，只要微臣出手，就有30%把握治好陛下。才30%？叶天赐，你别欺人太甚，你懂医术吗？这可是天花，30%已经是极高的了。你没有10%，也敢出手救陛下？10%？我韩三千，韩某人的医术，试问天下谁人不知？3%已是最高。太后，你若是不信臣，那臣可以不治。韩神医，
且慢，长公主，你放手吧，臣不治了。韩神医，求求你了，救救陛下！陛下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本宫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陛下？臣说不治就不治。韩神医，本宫求你了，只要你救陛下，本宫什么都答应。当真？当真。我要你与我为妻。放肆！长公主是先帝的胞妹，你即刻不答应啊？那好，那我走了。太后，答应他吧，只要能救陛下，本公主什么都愿意。如果陛下不在，本公主又有什么好下场呢？长公主，你韩3000，这不是历史上那个致死3代皇帝的庸医吗？实力不强，口气倒不小，还想娶长公主。本相这么狂，都没想过娶长公主。致死了3任皇帝，庸医？怎么可能？那好，既然太后答应了，那臣自当是全力以赴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快显灵，快显灵啊！快显灵！嘿，我还以为碰上一个中医世家呢，没想到居然是个跳大神的。就这也配给陛下治病？叶天赐，你笑什么？这韩神医可是深得五斗米教的真传，可以上达天庭。如何呢？当然是做法，先斩除瘟疫，再求老君赐药。愚昧！你，韩神医，还请施展你的手段吧。瘟疫，还不速速现身！嘿，竟有如此神力，还有更厉害的呢。哼！五斗米教，恳求老君赐丹。太后，长公主，臣不辱使命，耗尽30年阳寿，终于取得仙丹，还请速速为陛下服用。好好好，且慢，丞相，这丹药不能吃。叶天赐，你3番5次阻止我，耽误了陛下的病情，你担得起吗？就是，这仙丹可是韩神医用30年寿命换来的。是吗？他也被称之为神医。要是这么说，我也是神医，凭什么就他能给陛下治病？你，公主殿下，他这2个女人可真丑，这点江湖把戏都认不出。这种来历不明的重金属丹药，吃了不就包死？怎么可能？这神乎其技的手段，怎么可能是江湖把戏？叶天赐，以你的意思是看不上韩神医的医术喽？那好，今天如果谁能救好陛下，那本公主就嫁给谁。嫁给我？就你这智商，只配给本相做小。罢了，不和你计较了。飞雪，相爷。拿下。是。叶天赐，你要干什么？难道你就见不得陛下好吗？还是说你就是那乱臣贼子？闭嘴！丞相，你不给哀家一个解释吗？解释？好啊。这世间哪有鬼神啊？斩小人不过是江湖把戏而已。你也可以。我怎么会又出现了血迹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们看好了，这个纸上有药水，药水遇到空气就会变红。还有这个，只不过是这个盒子里面有机关罢了。这韩3000，你敢骗我？长公主，我确实没有什么神力啊，但是这仙丹是真的，
你看我不惧任何天花，就是服用这仙丹的效果。当真？当然，长公主，这可是必死的瘟疫啊！这女人该不会又相信了？这天花有个特点，感染一次，此生就不会再感染了。这小子一脸麻子，8成是小时候感染过一次，侥幸存活了下来。真有麻子？难道说我一直被骗，还差点嫁给了一个骗子？怎么可能？韩三千，你小时候得过天花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但是我确实有神力啊，不然我怎么活下来的？还有这仙丹又是从何而来？请长公主明鉴。居然都被叶天赐说对了，所以这韩三千，你当本公主傻吗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你还不算太蠢，本公主才不蠢呢。那也不算太聪明。那个谁，你要是再不说，我可就逼你吃下去了。不要！我说，是阎王。相父，你怎么来了？真得了天花，会传染你的，你快走！陛下不碍事的。可是，陛下，你忘记了吗？臣答应过陛下，要永远辅佐陛下。区天花又有何惧呢？我们拉过钩的。相父，你是个好人，真不想拖累你。真是一个乖巧的孩子。罢了，不就是忠臣？本相就当一次忠臣。陛下，臣有法子救你，区天花不足为惧。相父，猪猪好怕猪猪驾崩了，母后和姑姑伤心，好怕猪猪离开了阎王救晶晶。陛下放心，区燕王不足为惧。真的吗？当然了。太好了，相父，你的好朕会记住的。等朕重登大宝，就将母后许配给你，让你做楚楚的干爹。长公主，你别停。你身为太后，在家也不太合适，不如我来吧。只要他能帮助陛下度过这次危机，本公主就替你嫁了。啊！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哪有？大哥，你说那小皇帝是不是死了？十有八九。哇！这就是95之尊。大哥，还真想上去坐坐，体验体验。大哥，咱可说好了，你要是坐上皇位，这天下一半得给我。当然。你我是兄弟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贤弟，要不要试坐一下？当真？当真。那我就真做了啊。让你做你还真敢做，早晚弄死你！哎呦，这不是二位王爷吗？别来无恙啊！叶天赐，你竟然还敢回来！哎，你什么你？你就是个王爷，怎么还坐上龙椅了？难不成想谋朝篡位啊？还是说你现在已经谋反了？
我什么我？叶天子，你竟然敢打我！哼，打的就是你，怎么？你不该打吗？我告诉你，陛下已经快死了，你别以为有太后在那撑着，你就无法无天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大钱的江山是我们韩家的。来人，把这个逆贼给我拿下！放肆！参见太后长公主。赵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坐陛下的龙椅！哼，想必日后就要夺陛下的皇位了吧？小王不敢。不敢？还有赵王你不敢的事吗？哎，太后，像这种无法无天之徒，按照大钱律，理应斩首。叶天子，你这个小人，你敢！来人，拿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后，你还看不清楚形势吗？眼看那个小皇帝没几天好活了，你一个没有子嗣的太后，你能指令谁？本王就做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啊？恭喜宿主触发任务助纣为虐，只要助纣为虐成功，就能获得5000现代军事装备。助纣为虐，我？太后，不如我们就顺势而为吧。顺势而为？如今这朝堂上下都已经被赵王掌控，他现在又坐上了龙椅，手下都是精兵强将，大势已去。这叶天赐又耍什么花样？不错，我现在掌管着皇宫禁军，不如你立即拟旨，另立新军。本王可以看在先皇的面子上，给你一个体面。放肆！丞相说的有理，如今大势已去，不如就依赵王所言，另立新军。不过，哀家该立谁为君呢？本王当然是本王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毕竟殷王还在呢。这两个王爷，后世为了皇位打得头破血流，不如借机挑事儿。原来如此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眼下皇宫禁军都归我管，我若是不当皇帝，底下人恐有不服啊。大哥，这手底下的人没轻没重，待会儿伤到你，可就不好了。燕王，你就没后手吗？多管闲事。赵王，你不会以为本王没有准备吧？本王早已设下天罗地网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我把你当大哥，你居然要我的命！来人！等一下，人都到齐了吧？这就好办，亮个相吧，大宝贝儿。这是何物？加特林。加特林，他厉害吗？加特林，这个东西不能说他厉不厉害，有他在，别说这几个甲士，就算再来1000个士兵，都不够他一梭子扫的。狂妄！
区区一个暗器，又有何惧？是吗？叶天赐，本王给你一个机会，服务于本王，本王未尝不可以给你一条生路。你如果继续冥顽不灵，就别怪本王了。好，那你在那儿别动。区区一个暗器，又有何惧？叶天赐，我就站在这儿。当真？不错，怕你没那个本事。太后，您可都听见了，是他自己要求的。爽！最后竟有如此威力，这是高科技，懂什么呀？没本事，出来装什么装？哎，燕王，听说你想造反？误会，误会呀！误会啊！本相就不听误会。饶命！饶命啊！没有子弹怎么办？且慢，燕王，请起吧。此事与燕王无关，都是赵王想以下犯上，你说是吗？太后明鉴呐！赵王不仅要下毒杀害陛下，还妄图谋权篡位，罪有应得，罪有余辜。这女人不会心软了吧？不过放了也行，燕王怎么说也手握兵权，死了一个赵王还好说，若是燕王也死了，那20万大军可就麻烦了。20万大军，大军有了。太后，这燕王虽然没有谋逆，但护驾不力，必须要罚。不如我们收回兵权，以观后效。兵权？怎么不愿意吗？丞相，开火！愿意。只是皇后有所不知，这北方蛮夷觊觎我大前边疆已久，加之这陛下生死未卜，若本王不手握兵权，只恐这我大前江山社稷危矣呀！按照你的意思，若陛下安康，你就会交出兵权。一群优柔寡断的废物！等我今日逃出皇宫，我要你们都得死！若陛下安康，本王自然交出兵权。好，陛下，出来吧。什么？你王叔多虑了，这好得很。可是，方才燕王你说这若安康，你该如何？怎么，燕王你不会是想要不认吗？我本王愿交出兵权。谢了。那就多谢王叔了。其实我枪里没有子弹。什么？对了，燕王，你方才带这么多人上来，该不会是小便宫吧？臣不敢。不敢，那就下去吧。是。这件事没完。哼！我等着你啊！恭喜宿主完成助纣为虐，奖励装备已下发。丞相，你为何如此轻易放过燕王？这不是放虎归山吗？没错，本相就是放虎归山。你们还是太年轻了，想要坐稳皇位，靠的不是权谋，也不是小聪明，靠的是兵权。所以相父是要逼燕王，是想燕王自己主动谋反，对不对？聪明。可是燕王手下可是有20万的精兵，这一仗恐怕不好打呀。不，简单的很。
非常容易。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搞定燕王。我若是战死沙场，是不是也就能回到现实？且慢，丞相，阿爷有话要对你说。本宫也有话要跟你说。哎呀，